小蕊，你现在是咱家的人了，妈不把你当外人，这家庭财政大权以后就交给你。妈，这不合适吧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的就是我们的，我们的就是你的，拿着。林蕊，工资都打进去了啊，我这可是8000，省着点花，别老惦记买那些没用的化妆品。就这套两室一厅，以后孙子上学方便。蕊蕊，把咱家攒的那50万拿出来吧。付了首付，剩下的妈做主，再给你买辆车上班开。对，房本上可以加上你的名字。哎呦，这一家人真是和气生财。林小姐，刷卡还是转账？妈，咱家哪有钱？林蕊，你是不是把钱都偷着贴付你娘家了？你看，300块。对，这就是你们全家人攒下的50万。蕊蕊，你再好好看看，是不是看错小数位了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妈，这数字是我一笔笔转给您的，你要是觉得不对，自己点开明细看。林蕊，你给我站住，把钱说清楚再走。林蕊，你还有脸睡？家里钱都被你放哪里去了？说多少遍了，被你们花了。你是耳朵聋了，还是脑子彻底废了？我8000，我妈3500，我爸7000，这3年加起来都有66万了。我只找你要50万，你竟然只给我300块，你把那60多万藏哪儿了？你们家是天仙啊，不吃不喝不拉，每天靠着空气就能活了。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？只算收入不算开支。你不要去问造纸厂，你每天拉的屎要不要钱？我们家能有什么开支？吃住在家里，没房贷没车贷。倒是你弟弟，听说最近刚买了房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对，肯定给你弟了。林蕊，你今天不把钱吐出来，我们就离婚退钱。好啊，那就离婚，现在就离。小蕊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不知道吗？她绝不是那种人，怎么能随口提离婚？小蕊，我们一家人都不会管钱，以后全交给你，咱们全家合力，定能走出光明的未来。小蕊，房本上一定会写你名儿，妈知道你这些年辛苦了，妈信你。别演了，我今天早上已经将最后一笔钱转给你们了。这个烂摊子，老娘不管了，实在不行，你们告我吧。你看看这房子，这装修，凭他一个刚毕业的买得起。林蕊，你还敢说没把钱借给他？哟，这一看就是伏地魔啊，拿着婆家的钱养亲弟。娶了这样的人家，真是倒霉透了。这房子是我弟自己挣的，你们的钱我一分都没动过。没动过？那钱呢？你现在把50万交出来，我就信你。我说了，剩下的都转给你们了，是你们花销太大，赚多少花多少。你就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我妈对你比对我的好，你就这么报答她的信任？这样的媳妇儿就是欠打，打几顿就老实了。哎呀，小蕊，你这是……小川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小蕊，要不这样，你先拿20万出来，剩下的钱我们不过问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别算计来算计去的。你不交是吧？那是我家的钱，会让你老老实实吐出来的。逗我试试，这房子就是花老子的钱买的，我就是业主，我就是你们的上帝。妈，秦川觉得能攒下50万，这笔账我想您最清楚，毕竟我嫁过来前账是你管的。儿子，钱的事别提了，太伤感情，妈不追究了，咱们以后再赚，好好过日子。秦川，跟我走。走。丽蕊，你给我等着。老婆，老婆，那不光是我的钱，还有我爸妈的血汗钱啊！我求你了，把钱还给我吧！你起来。林蕊，这太过分了，老人的血汗钱也拿。要不是被逼到绝路，哪个男人肯下跪丢尊严啊？真看不出他是这种人。我没拿，你们看账单。没拿人家能给你跪下，我要是你早就羞愧死了。叫你不给钱。保安！林蕊，你不能这么没良心啊！还钱啊！林蕊，你过来一趟。林蕊，公司很人性化，既然你需要时间处理家事，还是处理完再说工作吧。感谢公司的栽培，我还是辞职吧。他们想看伏地魔的笑话，我就让他们看个够。只不过从今天起，这场戏的编剧换成我了。
小蕊，你爸妈出事了！爸妈，没事儿，脏了能洗。他也就这点胆子，要是敢动手，我少说得讹他10万。当初你说他们家不是过日子的，我还说你骄纵。小蕊，这一家子真是不要脸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也不是好惹。既然你们说我贪了50万，那我就去拿回属于我的全部。听说你拿了婆家50万补贴亲弟弟，怎么，你也是来看我笑话的？得了吧，就他们家那抠搜样，能存50万才怪。我只吃真瓜。秦川一家污蔑我拿50万补贴娘家，还搞黄我工作，世风日下，道德沦丧。李蕊，你疯了！你不还钱还倒打一耙！明明是你先造谣的，秦川，你不是觉得我吞了50万吗？今天当着大家面，咱们一笔一笔对账。算清楚了，是我拿的，我马上还。要是我没拿，你跪下给我爸妈赔10万精神损失费，你敢吗？录像，大家都录像。今天算清之后，我要给你敲个上路归路。我要不起你这样的媳妇儿。等等，谁让你们算账的？不准算！林蕊，不准算！妈，就算你再疼林蕊，把她当亲女儿，今天我也要让她虚伪的面具被撕破。哎呦，儿子，别！平时的小事就算，这件事关乎我们家的未来，我不允许你插科打诨。是咋了？亲家儿媳吞钱，怎么当妈的还拦着算账？指不定有猫腻呢。我看这姑娘不像贪钱的。大家都看好了，今天我就要当着全小区的面揭穿这个女人的真面目。我们一家3口3年工资加起来66万，她现在就给我们剩300块，不是她贪了是谁贪了？你爸每个月工资7000，实际到账6300，3年总收入22万6800。你妈每个月保洁工资3500，实际到账3200，3年总收入11万5200。这3笔加起来一共60万零1200。你嘴里的66万是没扣5险1金的税前数字，你连到手工资和税前工资都分不清，也好意思跟我算账？就算60万，那也不该只剩300块，你还是贪钱了。急什么？我还没说完，这60万里还包含了我每个月打进去的工资。我每个月到手1万1，3年来每个月按时打8000进小燕包，一共打了28万8000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小燕包里有近1半的钱是我林蕊自己赚的。你胡说！你做假账，这些都是你伪造的。把手机给我。小荷包的记录一笔一笔都连着银行流水、官方存底的，我怎么伪造？秦川，你连总收入都算不明白，就敢到处污蔑我吞了你家50万，是谁给你的脸？总收入算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就一笔一笔算支出。我倒要让大家看看，你们嘴里的没什么花销，到底是怎么把60多万花的只剩300块的。算就算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花来。我们家吃住在家里，能有什么大开销？我看你就是找借口。大家都给我们评评理，我们老2口省吃俭用一辈子，从来不会乱花钱。这钱不是他贪了，还能长腿跑了不成？省吃俭用，行，那我们就先算最基础的固定开销，让大家看看你们嘴里的省吃俭用到底是什么标准。首先是房租，我们住的这个3室1厅，每个月房租2800，押1付3，3年来一共付了36批，房租总支出10万0800。这笔钱每个季度都是从小荷包里直接转给房东的，转账记录、房东收款凭证我这都有。秦川，要不要我现在给房东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跟你们对对账？这小区3室2800，确实不算贵。房租收完了，接下来是水电、燃气、物业费、宽带费，还有家里的买菜、买米、买油。水电燃气每个月平均500，3年总支出1万8；物业费每个月1平米1块8；房子120米，每个月216，3年总支出7776；宽带费每个月99，3年总支出3564。这几笔加起来，一共29340块。
这些都是最基础的生活开销，总不能是我定的吧？水电燃气都是官方电网燃气公司扣的钱，物业费是官方的缴费收的，每一笔都有官方的缴费记录。你们要不要一笔一笔的核对？就算这些也才10几万，我们总收入60万，剩下的50万呢？你还是没说清楚。急什么？固定东方只是开胃小菜，接下来我们就算算你们天天挂在边嘴的家里随便吃点的伙食费。结婚第1个月，光是在超市会员店采购就花了3200块，后面的35个月，每个月超市采购的时候从来没有低于1000块的时候，3年总共花费76000块。难怪存不下钱，连个有营山也不够造的。这菜市场买的吧？不新鲜，以后必须买商超的有机菜。秦少爷，进口牛肉好吃吗？有机蔬菜新鲜吗？这些可都是你亲口要求、亲手加进购物车的。商超的采购只是基础，你说家里的饭吃腻了，每个月最少要出去吃4顿，最少500块，逢年过节要去高端餐厅自己上千块，这3年下来，外出就餐的总开支是83700块。我的天，一个月出去吃4顿，这500这也太败家了吧！难怪他妈天天在家做家务，合着儿子根本不稀罕家里的饭，天天出去下馆子。就这还说啥？这比我们一个人1年的都多。出去吃饭怎么了？我上班辛苦了，出去吃几顿好怎么了？再说了，吃饭不都是一群人一起去的吗？你也吃了，凭什么都算在我头上？我吃了，秦川，你摸着良心说，每次出去吃饭10次有8次是你的狐朋狗友去的，我跟着的次数一个手都数得过来。就算是一家人一起去，哪次不是你点一桌子菜，吃不完就扔，我拦都拦不住。去年3月18号，你跟你朋友去海鲜酒楼花了1800；5月2号，你跟钓友去烧烤店花了1200；国庆假期，你跟朋友去自驾游，路上吃饭加油又花了3000多。这些钱也是我吃了。除了出去吃饭，你每天早上要喝进口鲜牛奶，1瓶20块，1个月600；每天下午要喝1杯星巴克，1杯30多，1个月又是1000多。家里的水果，你只吃进口的车厘子、秦王葡萄，几10块钱一斤，一买就是好几箱，这些加起来3年又是5万多。还有你爸，你说你不挑吃穿，可你顿顿要喝白酒，1瓶最少100多，1个月2瓶，3年下来酒钱就花了3万多。逢年过节还要买中华烟，1条400多，一买就是好几条。这些钱难道是大风刮来的？我喝2口酒怎么了？我一辈子就这么点爱好。爱好可以，但你不能一边花着钱，一边转头污蔑我把钱贪了。你们父子俩一张嘴，1个月就要吃掉普通人家1个月的工资，还好意思说家里没什么开销？所有的伙食费、食材采购、外出就餐、烟酒饮料，3年总支出243700块，加上之前的房租和基础开销，现在已经花出去了373000多。就算这些花了40万，那还有20多万呢。我和我爸妈的工资加上你的钱，一共66万，还有20多万，这些钱去哪里了？啊！你别急，这40万只是你们父子俩吃进去的，接下来我就让大家看看你秦村一个人私底下又造了多少钱。我一个人能花什么钱？我平时就买几件衣服，抽点烟，根本花不了什么钱。肯定是他把钱转给他娘家弟弟了。是吗？那我们就一笔一笔算，看看你嘴里的花不了什么钱到底是多少钱。结婚第1年，你买了2双耐克的限量款球鞋，1双3800，一双4200，一件阿玛尼的外套6500，2条李维斯的裤子，1条1200。光是这1年，你买衣服鞋子就花了3万2，3年下来总支出87600块。我的天，一个大男人买衣服花了快9万，难怪存不下钱，就这还说没花钱，脸呢？我上班要见客户，穿好点怎么了？我总不能穿得破破烂烂的去上班吧？这都是工作需要。工作需要？你一个公司的普通职员，见什么客户需要穿6000多的外套？你那些衣服鞋子，10件有9件是穿去打球喝酒的，跟工作有半毛钱关系。衣服鞋子只是小头，接下来是你的娱乐开销。你玩游戏，每个月充钱，最高的一次1个月充了1万2，3年下来，游戏充值总支出4万3000块。
还有你跟朋友去 KTV 酒吧，每次都抢着买单，3年支出3万8，还有你给女主播打赏，最高一晚打赏了5000，又是2万多。他从来没算过这些零零散散的开销，在他的认知里，这些都是小钱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可他从来没想过，这些小钱加起来，居然是10几万的巨款。还有你的车，你说上班不方便，非要买车，首付10万，从小荷包里扣的，每月车贷3000，还了2年，又是7万2，油费、保养、保险、停车，3年下来又是5万4。等等，车是我们2个人一起用的，你上班也开了啊？凭什么都算在我头上？我用了，秦川，你摸着良心说，车买回来之后我开过几次？你天天把钥匙攥在手里，上班开，聚会开，我只有回娘家才偶尔开一次，1个月都轮不到1回。你现在跟我说一起用，看看这加油记录，全是在你公司附近，还有你常去的钓场、KTV 附近。我公司附近的加油站，3年来只有3条记录，你管这叫一起用？你的服饰、娱乐、车贷、用车开销，加起来一共38万6600块，加上之前的吃住开销，现在总支出已经超过了75万，而我们打进小荷包的总收入一共才88万8000。你个败家子儿！我辛辛苦苦赚的钱全被你这么糟了！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自己花的钱就少了吗？别急，你们父子俩谁也别说谁。接下来，我们就算算秦叔你钓鱼这个爱好到底花了多少钱？快听听，老秦平时天天显摆他那几根杆子，到底花了多少钱？我钓鱼能花什么钱？不就是买几根鱼竿，买点饵料吗？总比这个败家子儿出去乱花强。哼！那我们就好好算一算，看看你这个花不了几个钱的爱好，到底是个多大的无底洞。结婚3年，你一共买了17根鱼竿，最贵的一根是你去年生日买的限量款，3万6000块。光是买鱼竿，你就花了9万8700块。我的天，一根鱼竿3万6，这是金子做的吗？够我们老两口吃1年了。你胡说，那是跟钓友拼单买的，没花那么多。付款时间：去年5月16号，付款账户：家庭小活包，金额3万6000元整，收款方 XX 渔具店。要不要我把发票明细念给大家听听？鱼竿只是基础，钓箱你换了3个，一个2000多，配件一共3万2，还有饵料，非要买进口的，一瓶几百。黑坑门票1天200，你几乎天天去，一个月就要6000，3年下来又是8万4000块。还有你跟钓友自驾去千岛湖，油费住宿你全包，一趟1万2，这些加起来又是4万3000块。他从来没想过，自己这个小小的爱好，3年下来，居然花掉了这么多钱。在他的认知里，每次买饵料、买门票，都是几百块的小钱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可他从来没算过，日积月累下来，居然是25万多的巨款。你钓鱼相关的所有开销加起来一共25万7700块，加上之前秦川花的38万多，还有吃住的37万多，现在总支出已经超过了100万。而我们打进小荷包的总收入才88万8000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怎么可能花这么多钱？肯定是你做假账，是你伪造的记录。每一笔付款都是你自己用小荷包付的，付款记录连着你的微信，你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对账，看看到底是不是你自己付的钱。好啊，你天天骂我败家，原来你自己花的比我还多。我们家存不下钱，全是因为你这个破爱好。你个小兔崽子，我养你这么大，我花点钱怎么了？要不是你天天出去吃喝，我们家能存不下钱吗？别打了！你们别打了！都是我的错，全都是我的错！你们别着急打，账还没算完。
还有一笔最大的隐形支出，是你妈偷偷瞒着你们所有人花的，也是这个家彻底被掏空的核心原因。是你妈偷偷瞒着你们所有人花的，也是这个家彻底被掏空的核心原因。首先，是你给秦川还信用卡、花呗、网贷的记录，秦川每个月超支，催债电话打到家里。是你偷偷用小荷包里的钱给他填的窟窿。结婚第1年，秦川欠网贷3万，催债上门，你偷偷还了。第2年，秦川开车撞人赔2万，你怕公公发现，又偷偷还了。第3年，他打赏女主播欠了卡数，还是你还了。这些零零散散的还款加起来，一共是12万3400块。每一笔收款方都是银行和网贷平台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妈，我欠的那些钱都是你用家里的钱还的，我还以为是我自己还的。儿子啊，妈不帮你还谁帮你还啊？那些催债的天天打电话，妈怕他们找上门，怕你爸知道了打你，只能偷偷用家里的钱给你还上啊。你这个败家娘们儿，我辛辛苦苦赚的钱全被你拿来给这个小兔崽子填窟窿了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跟你说了，你能不打他吗？你天天就知道出去钓鱼，家里的事儿你管过吗？儿子欠了钱，我不帮他填，难道看着他被催债的抓走吗？别急着吵，除了给秦川填窟窿，你还偷偷用小荷包里的钱给你老公买渔具。他每次看上了贵的鱼竿不敢付钱，都是找你。你一边用小荷包付账，一边骗他说那是你的私房钱，这些又是4万3000块。你平时给家里买东西，明明花了200，你跟你老公说花了500，剩下的300偷偷攒下来给秦川还账。你自己1分钱舍不得花，一件衣服穿了5、6年舍不得买新的，却把所有的钱都拿来给这父子俩填窟窿。你以为你是为了这个家好，其实你就是在纵容他们。你越帮他们填窟窿，他们就越不知道节制，越花越凶，最后把这个家彻底抛空。这些填窟窿的钱一共16万6400块，加上之前的开销，总支出已经超过了116万，而你们打进小荷包的总收入才88万8千，也就是说，你们一家人3年来赚的钱根本不够你们花的。这个小荷包早就已经入不敷出了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以为至少能攒下50万。小蕊，妈错了，妈真的错了，你别算了，别再算了啊！妈给你磕头了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账还没算完，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我要跟大家说清楚。小蕊，妈求你了，别算了，别再算了，都是妈的错，给妈留点脸吧。这一家人真是烂透了，居然这么冤枉儿媳。就是自己造光了钱，还赖人家姑娘，要不要脸？你们天天说我吞了你们的血汗钱，补贴了我娘家弟弟，那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，到底是谁在给谁钱，是谁在倒贴谁。结婚3年，除了每月雷打不动的8000块工资，我还陆陆续续用自己的私人账户往里填钱。去年3月，家里的钱不够交房租，我用自己的年终奖转了1万块进小荷包。去年5月，秦川欠了网贷，催债电话打到我公司，我怕影响不好，用自己的钱转了3万块进去，给他还了账。今年年初，公公买鱼竿，小荷包里的钱不够，婆婆偷偷找我借钱，我又转了2万块进去。这些零零散散的转账，一共103笔，总金额10万2300块。也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的，我不仅没贪你们家1分钱，还倒贴了10万块进去，给你们家填窟窿。
我的天，太不要脸了！人家儿媳不仅没贪钱，还倒贴了10万块，他们居然到处污蔑人家。这一家人真是坏透了！人家姑娘嫁过来，给他们家当牛做马管钱，还要倒贴钱，最后还要被骂伏地魔。离，赶紧离！这一家子就是吸血鬼！你们天天说我把钱补偿给了我弟弟，说他的房子是用你们家的钱买的。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说清楚，我弟弟的房子首付8万，全是他自己做生意赚的，每一笔钱都有来源记录，跟你们家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弟弟从大学就开始自己创业，毕业3年就买了房买了车，从来没要过1分钱，反倒是我每次受了委屈都是我弟弟过来帮我出头的。你们有什么脸说我是伏地魔？这些都是证据，购房合同、银行流水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他的房子跟你们秦家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你们到处污蔑我，败坏我的名声，这笔账我们也该好好算一算。你闹到我公司，当着我所有同事的面污蔑我吞了你们家的钱，骂我是伏地婆，害得我被公司辞退，丢了工作。你还跑到我家，在我爸妈家门口泼红漆、丢垃圾，吓得我爸妈好几天不敢出门。这些事，你以为就这么算了？我之前说过，如果算出来我没有拿你们家1分钱，你就要给我爸妈道歉，还要赔偿10万块的精神损失费。现在账算清楚了，你该兑现你的承诺了。小蕊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你去公司闹，不该你去爸妈家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们不离婚了，我们好好过日子行不行？好好过日子？你打我那一巴掌的时候，闹到我丢工作的时候去，我爸妈家泼漆的时候，我们之间就彻底完了。现在你知道错了，晚了。小蕊，妈知道错了，妈给你道歉。但你别忘了，你肚子里还怀着我们秦家的孙子，你总不能让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爸爸吧？我终于明白，他从一开始就完成了一切，他所有的底气都来自于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。小蕊，你怀孕了？真的吗？我们打扰孩子了。你倒是消息灵通，连怀孕的事都知道。你是我儿媳，你怀孕了，我这个当婆婆的怎么能不知道？妈知道让你受委屈了，妈给你道歉，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好好照顾你和孩子。我们不闹了，不离婚了，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你算计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孩子？你偷偷换我避孕药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孩子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换你药了？小蕊，你可不能冤枉我！冤枉你了！大家都看看，这是我平时吃的避孕药，里面的药片全部被人换成了维生素。我的天，这老太婆太恶毒了，居然偷换药，简直伤天害理！为了抱孙子，这就是把人家姑娘往火坑里推呀！这哪是婆婆，这是魔鬼啊！你居然在家里装监控！你居然算计我！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你不只换了我的避孕药，你还偷偷跟踪我弟弟，去他公司他女朋友家里造谣，说他的房子是用你家的钱买的，差点搅黄了他的婚事。这些事情，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跟踪我弟弟，打听他的收入，就是想看看他有没有钱，能不能拿出钱来给你们家买房子。你从一开始就算计好了，你把财政大权职务给我，就是让我当这个背锅侠。你甚至算好了，只要我怀了孩子，就有了软肋，就会为了孩子妥协，心甘情愿的拿娘家的钱给你们当填窟窿的冤大头。我说的对不对？等你们要买房的时候，就说家里攒了50万让我拿钱，我拿不出来，你就污蔑我，我把钱补贴给了娘家，逼我拿我弟弟的钱给你们家填窟窿。我都是为了这个家，我都是为了秦川。
我想让你们有个房，有个安稳的家，我有错吗？为了这个家，你这是为了你的宝贝儿子把我往火坑里推，你毁了我的工作，败坏我的名声，甚至连我的身体都不放过。你现在跟我说你没错，你这泼妇真丢人！你这个毒妇，你还是人吗你？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你以为你用孩子就能拿捏我了？你以为我怀了孩子就会屈服？你太天真了。小蕊，你什么意思？孩子是无辜的，你可不能胡思乱想，那可是我们秦家的孙子呀！秦家的孙子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我自己说了算，跟你们秦家没有半毛钱关系。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了。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孩子，只有我这几个月被你们喂补品喂出来的10斤肉。不可能！我明明看到了你的孕检单，都3个月了！你骗我！你骗我！你一定是在骗我！孕检单是真的，怀孕也是真的。只不过，这个孩子已经被我打掉了。发现怀孕的那一刻，我只有恐慌。这个家连存款都没有，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，天天鸡飞狗跳，全是算计和污蔑。我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出生在这样一个泥潭里？你儿子闹到我公司，害我丢工作，让我被指指点点。医生说我有先兆流产的症状，孩子保不住了，就算保住也会有问题。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出生在这样一个没有爱、没有责任、只有吸血的家庭里。我不想让他一出生就得跟我一起给你们一家人当牛做马。你以为用一个孩子就能拿捏我，就能让我心甘情愿被你们算计？你太不了解我了。我林蕊从来不会为了一个孩子放弃自己的底线，牺牲自己的人生。你怎么能这么做？那是你的孩子啊，那是一条生命啊！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我的孙子没了！狠心，真正狠心的人是你。你为了抱孙子，偷偷换了我的避孕药，根本没问过我想不想要这个孩子，根本没考虑过我的身体。你只把我当成生孙子的工具，当成填窟窿的冤大头。现在你跟我说狠心，你配吗？就是偷偷换药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狠心？活该！这种家庭生下来也是跟着受罪，这老太婆真是自作自受。妈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打120送医院啊！不行，家里没钱，打120要花钱，不要浪费钱。这就是他嘴里的孝顺，这就是婆婆疼了一辈子的好儿子、好孙子、好丈夫。小蕊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污蔑你，不该打你，不该闹到你公司，不该去你爸妈家闹事。我不是人，我是个混蛋。我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们不离婚，我以后把工资全交给你，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，我好好补偿你。我妈现在晕倒了，求你先拿点钱送她去医院好不好？唉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看他这样也是真的知道错了。小蕊，要不你就原谅他一次吧，毕竟夫妻一场，他妈还晕在地上呢，救命要紧。小蕊，你看大家都劝我们和好了，我以后真的改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你打我那一巴掌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你闹到我公司害我丢工作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你去我爸妈家泼红漆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你现在跪在这里求我，
不是因为你真的知道错了，是因为你妈晕过去了，你没钱送她去医院。是因为你算清楚了账，知道你没理了，知道你再也拿捏不住我了。你不是在跟我道歉，你是在跟你自己的走投无路道歉。林蕊，林蕊，林蕊！你妈晕过去了，要送医院，那是你的妈，不是我的妈。要花钱也是你自己想办法，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小蕊，我倒贴给你们家的10万块，我还没找你们要回来。你现在居然还有脸找我要钱？还有，你之前跟我打赌说，如果我没拿你们家的钱，你就给我爸妈磕头道歉，赔偿10万块的精神损失费。这笔账我们还没算清楚，你现在想让我原谅你，不可能。各位叔叔阿姨，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但是有些事情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算了的。他毁了我的工作，败坏了我的名声，打了我，还去骚扰我的爸妈，差点毁了我的整个人生。一句我错了，根本弥补不了这些伤害。这婚我离定了，不仅要离，我还要起诉他，起诉他们一家人污蔑我的名誉，对我家暴，要求赔偿我10万块，还有我倒贴进去的那10万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起诉我！不要起诉我！小蕊，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爸妈磕头，我赔钱，我赔钱，你别不要我！这是你们自找的。林蕊，你好狠的心，你毁了我们秦家！我跟你拼了！这个杀千刀的，害死了我的孙子，毁了我的家！你还敢打人？你疯了！人家姑娘没做错什么，你还想动手打人？自己算计人在先，现在输了就撒泼。要不是你偷换避孕药，能有今天？今天麻烦各位叔叔阿姨做个见证。我林蕊嫁进秦家3年，没贪过1分钱，反而倒贴了10万块给这父子俩填窟窿。可他们污蔑我是伏地魔，打我，毁我工作，去我娘家闹事。从今天起，我正式提出离婚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！干什么？人家姑娘说的哪句不是实话？做了亏心事儿还不让人说？小蕊，别起诉，我们有话好好说。没必要闹到法院去，我给你道歉，我给你磕头，你别把事情做这么绝。做绝？秦川，你闹到我公司害我丢工作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别做绝？你打我那一巴掌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别做绝？你去我爸妈家门口泼红漆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别做绝？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姑娘加油！我们全小区给你作证，离得好，这种人家不值得。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给他们留半分脸面，他们欠我的，我要一笔一笔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都怪你，全都是你的错！要不是你非要跟我说家里攒了50万，要不是你偷偷换他的避孕药，我能丢这么大的人吗？你怪我，我还不是为了你！要不是你天天败家、抽烟喝酒，欠一屁股债，我用得着偷偷填窟窿吗？你自己连老婆都管不住，还敢怪我？我管不住他，当初是谁说他性格软好拿捏，让他当背锅侠的？现在好了，孩子没了，钱没了，脸也丢尽了，你满意了？我赚了一辈子的钱，全被你这个小兔崽子败光了。买球鞋、玩游戏、打赏女主播，你哪样不敢干？出了事儿，你还有脸怪你妈？你还好意思打我？你买鱼竿花的钱比我还多，一根鱼竿3万6，你自己就不败家？要不是你天天出去钓鱼，死活不管，我花的是我自己赚的钱。
我养你这么大，你花的哪一分钱不是我赚的？现在你翅膀硬了，敢跟我顶嘴了？别打了！要打死人呐！你们别打了！造孽啊！这个家乱成一锅粥了！我还没死呢，老子赚了一辈子的钱，全赔在你们这对丧门星手里了！滚！操！平时一个个称兄道弟，老子买单的时候怎么不躲？现在全装死！我以为拿捏住林蕊，这日子就能一直光鲜下去。你以为你把林蕊当傻子，结果人家直接掀了桌子，把你那点见不得光的心思全摊太阳底下了。现在好了，全散了。哟，这不是那个偷换儿媳避孕药的老太婆吗？心肠真黑呀！离远点，小心被这种人算计的连骨头渣都不剩，活该！老板，这白菜不卖，给多少钱都不卖。我们这儿小本买卖，高攀不起您这种贵人。林小姐，证据链非常完整，这场官司你稳赢，离婚、返还、倒贴款、精神补偿、公开道歉，一样都少不了。您好，请问您找哪位？我找销售部的秦川，我是他老婆，找他处理一点家事。昨晚那顿高端日料，那个海鲜礼盒，也就是我眼都不眨就拿下了。秦川。你来干什么？谁让你来的？赶紧走，有什么事回家说。回家说。秦川，你闹到我公司，当着我所有同事的面污蔑我吞了你家50万，骂我是伏地魔，害得我被公司辞退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回家说？你疯了！这里是我上班的地方，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，赶紧给我走！各位同事，大家好，我是秦川的妻子林蕊，今天过来不是来跟他吵架的，是来跟大家澄清一件事。前几天秦川到处跟人说我吞了他们家3年的工资50万，今天我把账单带来了，大家看看，这钱全被他和他爸败光了。我不仅没拿1分钱，还倒贴了10万块给他们填窟窿。我的天，原来他之前说的都是假的，合着是他自己败家，还冤枉老婆。太恶心了吧！居然还打老婆，闹到人家公司，害得人家丢了工作。给我！你闭嘴！秦川，你干什么？心虚了，让人家把话说完。他对我家暴，害我丢工作，去我娘家泼红漆。我今天就是想让大家看看，你们身边这个天天吹牛皮的秦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太恶心了！之前还天天吹老婆多听话，钱全归他管，合着全是编的。吵什么吵？上班时间闹成什么样子？林蕊是吧？跟我来办公室一趟。在外面等着。林女士，坐。你刚才说的事情我大概了解了，但是家事归家事，闹到公司里来确实影响不好。你有什么诉求或者有什么证据都可以跟我说。总监，我知道闹到公司里来影响不好，但是我也是被逼无奈。秦川先是闹到我的公司，害得我丢了工作，断了收入来源。
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他在外造谣败坏名声，甚至把这种丑闻闹到工作场合，这已经严重违反了贵司的规章制度吧。林女士，我知道了，秦川的行为性质恶劣，公司会严肃处理，给你一个交代。另外，是我们没管好员工，向你抱歉。谢谢总监。你跟我们总监说了什么？你是不是想毁了我？林蕊，你太狠了！我狠？秦川，这都是你教我的。你当初怎么对我的，我现在就怎么对你。这只是开始，你欠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全都讨回来。秦川，滚进来！怎么样？公司怎么说？公司没开除你吧？托你们的福，降职降薪，工资砍了一半。以后这个家你们自己想办法，老子没钱了。降薪了，那以后怎么办？下个月房租、水电、燃气都要钱呐！我怎么知道？当初非要算计林蕊，现在好了，钱没捞到，工作也没了，你们自己去弄钱。你个小兔崽子，自己没本事管住老婆，现在怪我们。我告诉你，下个月的房租必须你来交，不然你就滚出去。而这个家的崩塌才刚刚开始。卖了，这一根才顶1个月房租，以后可咋办啊？卖了，这一根才顶1个月房租，以后可咋办啊？4000块底薪，连咖啡都喝不起了。站住！你是老秦家那个换药的恶婆婆吧？走走走，这儿不欢迎你。亲家母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算计小蕊，不该让秦川欺负她，我给你磕头了。亲家母，那都是误会。别，我可受不起。当初你儿子去我家门口泼红漆丢垃圾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来道歉？你算计我女儿偷换避孕药，害她丢工作、坏名声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来道歉？现在走投无路了，知道来求饶了，晚了。活该，老天有眼。秦川是吧？这是林蕊起诉离婚及名誉侵犯案的传票和起诉状副本，请签收。怎么办？他真的起诉我们了！儿子，你快想办法呀！打官司我们肯定输，赔钱不要紧，丢更大的人啊！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当初是你们非要算计他，现在他要把我们送进法院，你们问我怎么办？都怪你！非要出那种馊主意，又是算计人家，又是泼红漆。现在法院传票来了，老子的脸算是彻底被你丢尽了。你现在怪我，当初我说买房，你说中，秦川去人家公司闹，你也没拦着，现在出事了，全怪我一个女人。证据太扎实了，你们必输无疑。一旦开庭，秦先生，你的个人征信和职业生涯全毁了。那怎么办？唯一的办法，求他和解，争取撤诉。小蕊啊，秦家那边托我带个话，说想见一面谈谈和解的事儿，他们知道错了，你看。阿姨，这件事没得谈，跟他们说法庭见。你天天躺在床上干什么？死人了吗？家里乱成猪窝，你看不见？水池里的碗都发霉了。老子上班累死累活，回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，娶你回来干什么？
娶我回来干什么？娶我回来给你们父子俩当保姆，当牛做马，填你们的败家窟窿。现在我没用了，就嫌弃我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干了，这个家早就散了，你们自己的烂摊子自己收拾去，别指望我再给你们当保姆。你还敢顶嘴？他跟公公结婚30多年，就算吵得再凶，公公也从没动过手。现在就因为他没做家务，没做饭，公公居然动手打了他。你居然敢打我！我跟你过了30多年，跟你生儿子，跟你当牛做马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我跟你拼了！滚！都怪你这个小兔崽子！要不是你败家，我们家能变成这样？都怪你没本事，连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住，害得我们家变成今天这样。要打你们打，要吵你们吵，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。如果当初听他的提醒，如果不听妈的话，把他当背锅侠，晚了。我亲手毁了自己的婚姻，毁了自己的生活。妈，走了。连最后一个撑着的人都没了。几个月没见，他们再也没了之前的嚣张气焰。今天组织庭前调解，秦川，作为被告，你先说说你的诉求。小蕊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污蔑你，不该打你，不该让你丢工作。我不离婚，我们回家好好过日子，行不行？我以后工资全交给你，我补偿你。你撤诉吧。现在说这些晚了。今天过来不是替你道歉的，是谈赔偿。小蕊，之前是我们不对，你倒贴那10万，我们砸锅卖铁也还。可那15万赔偿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凑5万给你，再加上公开道歉，你看行不行？不行，15万1分不能少，必须在小区和我之前的公司公开张贴道歉信，恢复我的名誉，少一条都不和解。小蕊，你别这么绝情啊！秦川降职了，我鱼竿都卖了，家里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，哪有15万啊？你就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放过我们吧。放过你们？当初你们合伙污蔑我、打我、去我娘家泼漆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放过我？我被你们逼得走投无路，谁对我高抬贵手了？条件就在这儿，你们答应就签协议，不答应那就开庭等判决。我相信法院的判决只会比这更不利于你们。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，诽谤与家暴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，我方提出的15万完全在合理范围内。如果进入审理程序，你们不仅要全额赔偿，还要承担全部诉讼费用，这会对秦先生未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不可逆的负面影响。给你们10分钟时间考虑。小蕊，我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真的改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别跟我离婚行不行？秦川，别白费力气，从你打我那一巴掌开始，我们之间就彻底完了。你现在最该做的是回去想想怎么凑齐赔偿款。
这些杂活你去做。听说那个家暴男每个月才拿4000底薪，连烟都抽不起了吧？嘘，小声点，小心他回家打老婆。他不敢辞职，辞了这份工作，他连房租都交不起，更别说赔偿款。鱼竿卖了，电视卖了，这冰箱再卖个几百块，够撑2顿饭吗？25万，25万，4000块底薪要赚到哪辈子去？秦川，这是公司年度最重要的合同，金额100万，你给我打起精神，核对清楚，盖章即走，出一点差错，你我都得滚蛋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100万的合同你写成10万，客户说我们没诚意要撤资，你长的是猪脑子吗？老板，是我监管不力。滚！立刻给他开除通知，公司保留追究重大经济损失赔偿的权利。没了，全没了。怎么样？今天上班有没有进展？能预支点工资吗？预支什么工资？我被开除了，工作没了。你说什么？被开除了？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连份工作都保不住。现在好了，我们2个都没了收入，房租交不起，赔偿款赔不起，我们只能等着坐牢了。坐牢？我也不想的。要不是你们非要算计林蕊，我能变成今天这样吗？要不是天天想着官司的事情，我能出这么大的失误吗？现在全怪我了。滚！我们家没有你这样的妹夫，也没有你这样的外孙。你们干的那些缺德事儿，全小区都知道了，还有脸来借钱？以后别再登我们家的门儿！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林蕊，给他磕头道歉，求他原谅我们，少要一点赔偿，不然我们真的就完了。妈，这个你想吃什么呀？随便，你看着买吧。这什么？这是打击中吗？小柔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对你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，我不是人。我给你磕头，给叔叔阿姨磕头，求求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吧。小蕊，是我们老糊涂了。赔偿款我们实在是拿不出来，求求你少要一点，我们打欠条，以后慢慢还何不行？干什么？现在跪在这儿给谁看？当初欺负我女儿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晚了！叔叔阿姨，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，我被公司开除了，房租都交不起了，求你们劝劝小蕊吧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我之前就说过，道歉没用，你们欠我的不是磕几个头就能抹平的。赔偿款1分不能少，道歉信必须贴，少一条都不可能和解。小茹，我们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，只凑了8万块，剩下的打欠条，我们出去打工还你，行不行？求求你了。不行，要么现在凑齐钱签协议，要么等法院判决，没有第3条路。小蕊，你别走，你不答应我们，我们就不起来。你今天不原谅我们，我们就跪在这里，一直跪下去。呸！真不要脸！当初欺负人家，现在搞道德绑架。老秦家这辈子算是把老脸都丢尽了。你说这个……喂，警察同志，我要报警，有人在小区门口骚扰我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，对我进行道德绑架，地址是小区门口。
你不是要跪在这里吗？行，那你就跪着，等警察来了，我看你还跪不跪。了解了情况，你们这是寻衅滋事，警告你们，不许再骚扰当事人及其家属，否则立刻采取强制措施。我警告你们，以后不许再来骚扰，否则我不只追究民事责任，还要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。好自为之。综上所述，被告一家的行为已构成严重的精神伤害与名誉不利、名誉侵权。判决如下：一、准予离婚；二、被告限期返还个人财产10万元；三、赔偿原告及父母精神损失费共计8万元；四、被告需在原单位及小区张贴道歉信，恢复原告名誉。哟，承认偷换儿媳避孕药，承认污蔑诽谤，这老秦家真是坏出水了。白纸黑字啊！以后躲远点，免得被这家人吸干了血。早知道就不该听你妈的。现在说这些有用吗？我被开除了，谁都不肯录用我，一天送14小时外卖，连房租都凑不齐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没有半分波澜。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，人总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相应的代价。林主管，这是本月的预算分析，您过目。林蕊，上个季度的账目清爽精准，公司交给你我放心，下个月奖金翻倍。姐，这公寓装修的真高级，我跟阿强结婚那天，你一定要当主婚人。好，只要你们好好的，姐给你们包个大红包，这才是家，没有算计，没有窟窿，只有属于我自己的安稳。哟，这不是当初那个嫌老婆贪了50万的秦主管吗？怎么现在改行送财富了？对不起，结果送餐快超期了。又是馒头！要不是你当初非要算计林蕊，我至于沦落到送外卖被羞辱吗？你怪我？你自己没本事保住主管的位置，连个女人都拿捏不住，现在反过来咬老子？我终于明白，女人这辈子最该握紧的从来不是什么家庭财用大权，而是自己的人生主动权。急性脑梗塞，先交2万押金，立刻手术。大舅，求求你救救我爸！喂喂！你们先去吃饭，我处理一下。又想干什么？小蕊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爸脑梗住院要2万押金，我实在是没钱了，求你借我点钱，救救他的命。我不是人，我当初鬼迷心窍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救救我吧。这钱不是借的，是出于人道主义给你的。拿着钱救你爸，从此以后永远别出现在我面前，再敢打扰我的生活，我立刻报警。对不起。秦川，给你妈打过电话了，她说这辈子跟你们家早就没关系了，此生不复相见。秦家的这场闹剧，最终以家破人散的结局，彻底落下了帷幕。
小蕊，看你现在过得这么好，妈这心里总算踏实了。妈，以后咱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啊，回来了，小蕊啊，当初是阿姨老糊涂了，听了那姓秦的几句瞎话就误会你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阿姨，都过去了，我没必要为了别人的错误一直困在过去里。把你当女儿一样看待。敬那些打不倒我的，终将使我更强大。敬往后的日子平安顺累，前路光明。